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新的首帧和尾帧生成视频的模型，并且呢是由 One 2.1的官方提供的。那这个模型一经发布呢 ，Config 的官方呢就提供了支持，并且呢 K 神在它的扩展上呢也提供了对应的支持，所以说足见各方对于这个模型的一个重视程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 One 2.1的抱抱脸的首页上边呢，我们大概能看到这样一些信息。那这个模型呢叫做 FLF2V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 First Last Frame to Video。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更新的列表啊。那在5月17号呢，它第一次发布了这个模型。那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链接啊。那这个链接里边我们看到的信息其实是不多的，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就是它目前呢只支持 720P。那 720P 的意思也就是1280×720。当然，如果你要按这个去跑的话呢，这个能把你的机子跑得冒烟是吧？所以说呢，我们会选择更小的分辨率来跑啊。虽然它说是不支持的，但是呢，我跑出来的效果呢也还是不错的，虽然比不上 720P。好，那我们下边就先来看一下 K 神对于这个模型实现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演示呢，我还是在 Running Hub 上给大家演示，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ai 进到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控制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安装啊，它的安装呢是比较简单的。首先呢，就是大家需要把这个扩展呢更新到最新版本。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在 Example Workflow， 就是示例工作流里边看到我们对应的这个工作流。另外就是模型的下载，模型的下载的话呢，我们同样是进到 K 神的抱抱脸的主页上。然后点开它 One 模型的这个列表。那关于这个新的模型呢，目前有 FP16 和 FP8 的啊，当然大家尽量呢还是用下边这个，上面这个呢还是太慢了啊。你看一下，将近33个 G， 对吧？那当这个工作流打开之后呢，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注意，它这个 Node 里边也有对应的模型的下载地址啊，我们找一下，看一下啊，它这也有这个地址。所以说呢，如果你记不住那个地址也没关系，你打开这个工作流也能看到。好，下边我们看一下它基本的这个流程，很简单啊。首先呢，我们会有一个首帧和尾帧。你注意，我这个图片呢，并不是 720P 的，也不是480的，它是600×900，就是随意的一个分辨率。这两个图片的话呢，其实关联性是比较少的。我们可以叫它存在内部的这种关联性，其实视觉的关联性呢不太容易捕捉。那我们能看到这是同一个人。然后这个环境呢，可能也能联想出来是同一个环境，它有不同的这个姿势。那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呢，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模型它到底优点在哪儿。那我们看最终生成的这个效果，这个女孩站起来，然后走到一个电脑桌前，然后坐下，这个跟我的提示词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来看一下，说一个女人站起身来，走到电脑桌旁，然后坐下，深情地凝望着你。所以说我接连设计了几个动作啊，它都非常好的完成了，能看出来吧？而且呢，人物的一致性啊，表现的都非常好。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大家也能看到啊，这个模型强大的一个地方。另外，这个模型呢，可以非常好的对齐你的你的提示词。另外，它是支持中文的，而且中文的支持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这是我们直观上来看啊。好，下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流它基本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你需要了解的关键的节点。那么基础节点非常简单，首先呢，我们需要加载这个模型啊，这个模型我用的是 FP8 的。那同样呢，这个量化这儿我选的也是 FP8， 然后剩下的两个关键组件就是文本编码器和我们的 VE 呢，这个就是One模型自带的这个啊，没有任何的变化。另外这儿多了一个视觉模型，这个模型的话呢，是可以用 Config 官方提供的这个 Clip-H 来替代的。当然呢，我们既然用的是 K 神的这个工作流，我们就用它的这个节点。好，下边呢，我们看一下最关键的两个节点是这两个啊，一个呢我们称之为这个 Clip Vision Encode， 也就是视觉编码器，另外呢是图片到 Video 的一个编码器，所以说是两个编码器。这两个编码器呢会用到起始图片和结束图片，这儿也会用到。当然它这儿不叫起始图片和结束图片，因为呢这个叫做视觉编码器嘛，它主要是把图片编成变成 embedding 或者变成向量，所以说在这个里边还没有第一帧和最后一帧这样一个概念，只能叫两张图片，是吧？所以说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先把这两张图片呢给它做了一下缩放，这个分辨率呢我设的是600到900。
和这个图片的大小呢是保持一致的。完了之后，这两个图片，第一个我们先把它进行了一个视觉编码，生成了一个向量，然后把这个向量呢直接传递到了Clip Embed 里边。另外把这两个图片呢也分别传递到了 Start Image 和 End Image， 这是最关键的这个。然后呢这个同样会生成一个图片的编码传到我们的采样器。这个采样器的基本的设置呢跟之前稍微有些不同，大家注意这个 Shape 的值呢现在是16， CFG 呢是 5.5， 这个还比较正常这个 Shape 的值呢其实是不太正常的，我们一般呢是大概在6、7、8这三个值别的呢没什么。另外为了效果呢，我这儿开启了什么 T-Cache 提升这个速度，另外呢开启了 SLJ 接入 Star， 这个我没有打开如果你愿意打开呢也是可以的，这样也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流，非常的棒。其实第一次生成这个效果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超出我的这个预期的。我觉得非常连续的这种关键性动作的设计，在一般的视频生成模型里边是很难去实现的。但是呢，在万的这个首尾针的模型里边呢，我们看到它表现的还是非常好的。下边呢，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第二个呢，我就换了一个分辨率这个分辨率呢，现在是一个横屏的。这两张图片你要注意，它的相似度是很小的。这儿呢有一个女孩她在看书，而且是一个古装女孩，这个呢是她在喝茶。有人说这两个图片是怎么生成的？这个是我用那个谷歌的纹生图，就是 ImageFX 来生成的。那生成的方式呢，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呢，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的分辨率比较怪异是1408×768，都是这样。但是它是一个16:9的，所以说呢，我可以把它缩放成832×480。另外大家注意在这个里边这个采样的帧数呢，我们建议是81帧。如果你要是不能满足81帧的话呢，尽量得是8的倍数加1，和我们万生成这个模型呢是一致的。其实呢我是记不太清了，因为会员和万有一个是4的倍数加1，有一个是8的倍数加1，所以说我就统一的继承了这个8的倍数加1因为只要是符合8的倍数加1，肯定符合4的倍数加1这样一个原则。然后提示词呢，我同样的设计了很多动作，说一个女人呢放下了手中的书，然后站起来走到这个茶桌旁，拿起一杯茶开始品尝。那这个出来的效果呢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大家看一下。然后他合上了书，然后直接做了一个镜头的切换。所以说这个呢就跟我们想象的要差一些，但是总体上来讲，这个模型表现的效果呢还是非常棒的，对吧？人物的一致性、环境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这种关联性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只能通过什么切换的这种形式。下边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呢就是我想办法提升它的这个什么一致性。这两张图片呢其实看起来差不多，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你看一下背景的屏风其实是不一样的，窗户呢也不一样，人物的状态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桌子上的这个物品也不太一样，一个是在喝茶嘛，一个是在看书。然后我同样采用了这样一个设计，说一个女人放下手中的书，拿起一杯茶开始品尝。那我们看看它是不是会好一些。那这个时候呢，它会凭空的多出一杯茶，比刚才那个要好一些。所以说这种图片的关联性其实是生成视频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那这个呢我就没有再往下尝试那如果我想再提升这两个图片的这个一致性和关联性，我只能通过什么呀？通过这个视频截两帧出来，或者是通过更加一致性的绘制。我觉得这个不是本节课我们需要关注的这个点。那这个工作流其实是把这个分辨率设成了 720p， 也就是我们说的 1280×720， 这个需要耗费很大的显存所以说呢我满足不了81帧，我这儿设的是65帧。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也是凭空产生了一个这个杯子，然后拿起来，但是不可避免的还是产生了一个什么切换，因为这个背景的确是不太一样，是吧？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关于这个 K-神对于这个模型的一个基本实现的效果，能够比较明确的说明这个模型的一些特点。那下边我们看一下 ComfyUI 的原生的实现。那么和之前一样ComfyUI 呢发了一个它的这个博客，这个博客的内容其实有这个 FLF 这个模型的，下边呢还有一部分是关于 IMP 模型的。那我们重点呢还是看这个首尾针的
那我把它翻译一下。首先的话呢，大家需要将你的 ComfyUI 呢更新到最新版，然后呢下载这个工作流，然后呢这个工作流里边呢，它会自动提示你下载模型。如果你要是不想让它自动下载的话呢，你可以按照它工作流里边有对应的这个地址，把它下载下来也是可以的。那下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流的一个基本形态。首先呢，这儿有一个 note， 就是笔记，它会告诉你每一个的下载地址，并且呢会告诉你放在哪儿啊。首先呢，大家注意是我们的主模型 Diffusion Model， 这个如果你清楚的话，我们应该都知道啊，所有的这个 ComfyUI 的模型的话呢，都是放在ComfyUI-org 啊这样的一个模型里边。首先呢是 Diffusion Model， 它目前提供的这个 FLF 模型的话，只有一个14 的，而且是 720p 的，所以说大小呢是比较大的，这个没办法。有一个折中方案 CT96 呢提供了一个量化版的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在这个地方它有这个量化版的模型，大家如果用的话可以用这个 Q8 的啊，大小呢是18个 G。当然你加载的时候呢就得用那个 JJUF 那个节点去加载，效果呢跟 FP8 呢是差不多的。这儿呢我还是下载了这个模型啊。完了之后呢，这些不用下载啊，基本上你之前如果跑过万的模型呢都已经下载过了。好，下边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模型加载的时候选择一下我们刚才下载的这个模型，这个 Weight Type 呢，大家一定要选成 FP8 的啊。如果你要选择成 Default 就是 FP16 的，那么我们消费级的 GPU 呢，基本上是跑不动的，这个就没什么变化了啊。这是我们3组件的加载，然后我这儿呢加了 Skip Layer 跳过了90层 0.2 到 0.5，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 Tcache， 这儿我默认的是按照 i2v 的480p 啊，注意这个 shift 值呢，这儿呢默认的是8 ，cache 那个是16，这个也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它关键的组件是这个 one first last frame to video， 这个里边的话，同样我们需要给定这个什么呀，首帧、尾帧以及它们对应的这个Clip Vision 转码之后的这个什么向量。另外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官方的工作流是可以支持单帧的，就是我可以单独的设置首帧，单独的设置尾帧，但是呢K 神的那个是2个必须得加的，不加的话就会报错。好，下边呢我们先看一下一个图片的这种形态。这2张图片呢也是我直接生成的啊，注意一个靠这边，一个靠这边，当然这个现在没用啊，因为我只用了首帧，而且呢我这个长度是49帧啊，因为我跑不了81帧，跑81帧我这个显存就崩了啊。那一张图片的情况呢，其实跟 IMP 的效果差不多。然后我这儿写了一个女人正在优雅的品茶，而且我加了一个这个镜头旋转的关键词。你会发现这个镜头旋转的关键词呢，目前是不大起作用的。那我测试起来呢，就是镜头的这种语言对于 One 这个模型来讲呢，可能还是有些问题的啊。就是我们写了之后呢，它不见得起作用。你会发现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对吧？哎，这是我们说的最简单的一个工作流啊。然后呢，我们看第二个呢，就是我用了首尾帧。这个里边呢，我还是想办法让它转起来，而且它真的转起来了啊。那这个是怎么让它转起来的呢？你要注意啊，我这儿加了这样一个提示词，说周围的景物在围着它旋转啊，所以说我并没有去描述镜头，我是描述它周围的环境，对吧？所以说呢，它就出现了一个类似于 orbit 啊这样一个效果。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的话呢，同样也是一个单帧的啊，就是我只有一个首帧。那这个一开始这帧呢，他在看书嘛，然后我现在想让他喝茶。那你会发现，如果是单帧的话，它对提示词的这种实现还是比较棒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在尾帧的时候容易出现一次闪动。那么我测试起来的话呢，其实还是81帧能够实现的动作会更好一些，但是呢，很少有人能在本地跑到81帧。另外就是你即便用了 JJUF 的那个模型的话呢，采样的速度也不会有明显的提升。所以说呢，如果你硬盘足够大，尽量的还是用这个，只不过就是把 Weight Type 给它选成一个什么？选成一个 FP8 的。那我们可以横向的对比一下所有的这种首帧尾帧的这种技术，那你会发现呢，那其实 One 2.1 FLF 这个模型呢，
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这个特点，反而呢，它可能相对于 INP 模型来讲啊，那 INP 模型本身有 1.3B 的嘛，所以说呢，那个可能实用性会更强一些。但是呢，这个对于提示词的这种引导啊，其实呢比其他模型还是要好一些的。那这是我测试的一些实际效果啊，那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